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2种先贫后富面相，命里有钱，富贵难逃。没有谁的一生是真正一帆风顺的，有些人早年经历比较坎坷，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自身运势会越来越好。也有一些人早年生活安逸，但是到了中晚年时期却会历经坎坷，生活状态变得起伏不定。那么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哪些面相是先穷后富的面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耳朵饱满厚实。耳朵在面相中代表了福气，耳朵长得好自然是福气大，而我们常说的耳大有福就是这个道理。而耳朵饱满厚实的人，虽然在早年生活有着一些的不顺利，可能会吃一些苦，但是这些都能为以后的生活所打好的基础。到了中年之时，运势开始上升，一点点的开始获得财富。到了晚年，有着很多的积蓄，不会为了金钱而发愁，安享晚年生活。二、鼻子高挺。鼻子在面相中被称为是财帛宫，关系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，同时照应肝胆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。而鼻子高挺的人在早年之时为人非常的傲气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所以经常会得罪人，生活也是十分的辛苦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性格开始改变，处事业变得圆滑起来，所以事业开始蒸蒸日上，所以到了晚年能够积累一大笔的财富。三、颧骨高耸。颧骨在面相中被称为是权力之骨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权力以及欲望等等，且位于面相的中庭，主要体现一个人40-50的运势状况。而颧骨高耸的人虽然有着非常出色的工作能力，但行事太过于霸道，且因为年龄的原因，所以很难得到晋升的机会。但到了中年之时，运势开始增长，所以能够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，不再为金钱而发愁了。四、下巴圆润。下巴在面相中主位于下庭，主晚年的运势，同时主承载一个人的事业以及仕途方面的运势。而下巴圆润的人承载能力强，在各个方面的运势都是十分不错的。但若是只看下巴的话，这个人在年轻时的运势不是很好，不仅是没有什么钱财，而时常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日子过得很辛苦。再到了中年之后，运势开始上升，获得财富，还有着儿女在身旁照顾。五、双下巴。虽然双下巴很影响一个人的颜值，但不可否认，它还预示着一个人的运势。而且一个人到了晚年之后，有双下巴的人还可以把这个人的运势全都给表现出来。拥有双下巴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，而且自己的作息非常的规律，而且也养成了比较高的心理素质。只是这种人有一点自恋，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他们到了晚年将会衣食无忧，这是好面相的表现。即使早年生活不易，但是中年后总会飞黄腾达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双下巴很丑。六、鼻子饱满。鼻子在面相学里面还是招财的一个重要位置。假如一个人的鼻子非常的饱满，还很光滑，则说明这种人的财运非常的好。而且很多的富豪鼻子都是饱满的，并且这种人的事业也会一天比一天好。他们的为人也很好，待人宽容温和，心胸广阔，在生活里面不会争抢什么，因为你很温柔，也还会把自己的财富分享给家人，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并且做生意也会越做越大，越做越红火。这种人一辈子不缺钱，他们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，即使是白手起家都可以。假如女子有这种鼻子，还会嫁给一个好人家，日子也会好不甜蜜。七、额头宽阔。额头在相学当中占据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。看一个人的命运吉凶，主要就是看额头是否宽阔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宽阔，并且红润光亮的话，说明财运比较好。不过这种面相的人，大多早年时期会过得比较辛苦，
因为父母和家人无法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凡事都需要自己去努力争取。但是到了中晚年时期，自身能力会越来越强，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理想的生活。尤其在金钱方面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，再也不用为物质所困，日子过得非常顺心。所以如果眼下过得不是很好的话，不要气馁，只要保持初心，将来的生活就会得偿所愿。8. 额头有川字纹。额头有川字纹的人，大多早年生活经历是非常坎坷的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，无人给予帮助与扶持，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，工作和生活表现的都不是很如意。不过这种类型的人大多性格坚韧，非常努力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从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。拥有川字纹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慢慢的接近自己的理想，最终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。这种面相的人很有责任心与担当，能够做好本职工作，不给别人制造麻烦，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与人脉。9. 山根有起节。山根有起节的人，先穷后富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。这种类型的人大多在早年时期，由于性格急躁，做事没有耐心，常常会遇到一些阻碍和挫折。但是这些困难也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更好的认知，在经历了这些困难之后，会逐渐变得成熟稳重，做事也更加有耐心，从本质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鼻梁有起节的人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个人能力会越来越出众，并且做事也能够持之以恒，不再轻易放弃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，所以各方面的发展会越来越好，尤其在财富方面，将会收获非常丰厚的产业，晚年生活会很安逸。10. 眉毛粗厚。可能对于女性来说，眉毛粗厚并不常见，但是对于男性来说，天生眉毛比较粗的人非常的多。从面相学上分析，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，眉毛比较粗厚的人通常都是先穷后富的面相，可能早年的时候身世比较的坎坷，白手发家比较的困难，但是晚年一定能够富甲一方。11. 眉目清晰有眉峰的人。一个人要是眉目清晰有眉峰的，说明了这个人相当有气势，能力很强的，在各个方面都容易让自己获得成功，经过努力会让自己有很好的发展，做事相当的有魄力，真的能让自己把握每一个机会。其实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穷的，难以让自己有好的生活，甚至经常都会被别人瞧不起，但也不会因为这样而选择放弃，相信自己日后能过上很富贵的生活，所以在各个方面都相当努力，不愿意被别人瞧不起。12. 嘴角上扬的人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嘴角上扬的人相当自信，对自己各个方面都是很有自信心的，而且也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才能。其实这样的人就是白手起家的，在生活方面勇敢地展现自己的才能，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长处，让周围的人都很重视，也能够得到同事的认可，也能够得到领导的信任，所以在工作方面特别的厉害。这样的人性格很不错，也很能守信用，对待身边的人很真诚，所以人脉越来越好，之后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，晚年的生活更富裕。相由心生，在面相中，每个人的面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面相五官每天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，只不过这种变化非常的微妙，彰显着你一生的运势好坏和当下运势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可以说没有绝对好的面相。讲讲额藏金钩是吉还是凶，奇准无比。一伏羲纹，额头有3道纹尾，并且向上走的这种纹，叫做伏羲纹。小编以前在线下也跟朋友们讲过，额头上有这种纹的人，一辈子多长命富贵，灾厄比较少，能获得别人的敬重佩服。然而操心劳力比较多，对什么事都过于劳心。2. 山字纹，山字纹就是像一个中文字的山字，额头上有这种纹的人，
早期发达的比较早，青年的时刻就能够入仕做官或有大成就的事业，也比较长命。到晚年可能会孤独，凡事有利有弊。3点十字纹，两纹交错，形如十字线的纹，被称着十字纹。十字纹如果是长在额头上，那这样的人多半能富贵发达，但是十字纹如果是长在印堂的位置，就不是好的纹了。印堂上长了十字纹的人，一辈子坎坷多难，难于成就大业。4田字纹，额头有田字纹的人，一般要通过吃太多苦头，才能有坚定毅力的性情。有此纹的人，白手起家的较多，可以从最低层的工作做起，学得了相关管理技能，容易一直往上高升。如田字纹接近左眉的人，会在艺术方面有特别棒的成就；接近右眉的，应多学习，总结经验。5川字纹，川字纹的纹它分为2种，额头上的川字纹比较长的人，能够在事业上有帮助，且易长命，即使碰到灾难病痛，也多数能够逢凶化吉，得享天岁。但是如果是额头的川字纹过短，其人多半会有祸端，且对子女有很大的阻碍。有些人上了年纪，在额头上都会有一些纹路，也有部分年轻人的额头也特别多。其实这些纹路也包含着许多玄机，不同的纹路代表着不同的性格命运。见过很多人之后，你一定会觉得真的特别准。6额头川字纹，额上有川字纹主长寿，即使偶尔生病，也总能平安度过。同时生活之中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，也总是能够逢凶化吉。川字纹的人心有乾坤，为人十分霸气，心胸宽广，因此这种人注定是成大事的料。如果额头的川字纹若常在印堂处，为吉象，主人宅心仁厚，心地善良，懂得照顾别人，且知恩图报，是个非常负责的人。如果更加努力，将会获得较高的地位和财富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额头的川字纹不宜过长，过长则刑克父母。7额头三才纹，额头的3条横纹称作三才纹，最上边为天纹，代表父亲与事业；中间为人纹，代表夫妻与兄弟姐妹；最下边为地纹，代表家庭与积蓄。额头的三才纹清晰，并且长短有度，如果再加上额头平满，这样的人一生事业稳定，兄弟有爱，有贵人相助，夫妻关系融洽，并且颇有积蓄。8额头王字纹，额纹呈王字，多为贵相，如果搭配五官好者，定有领导风范。但如果还有其他杂纹在额头上乱纹交错，说明运势不佳。如果是女性有此纹路，喜欢出风头。9额头天柱纹，额头有天柱纹是属于富贵之纹，天柱纹起于天中部位，贯穿印堂。这类人生性执着，韧性十足，不管男女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，财源滚滚。10额头偃月纹，额头上有3条纹横均向上，弯成月牙式的弧形，相学上称之为偃月纹。具有这种纹路的人，为人耿直谦逊，处事稳健，能够照顾到他人的感受，因此能得到众人的认可，成为出色的领导者，富贵之人。11额头仰月纹，额头仰月纹具有种纹路的人家境较好，人缘好，本事佳，一生财旺福多，比较顺利。12额头交叉纹，额头上长有交叉纹的人运气较差，这类人脾气暴躁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而争执不休，所以很少人愿意与他们为友，人生过得比较失败，诸事不顺，晚年仍旧穷困潦倒。13额头悬针纹，额头悬针纹，2个眉毛的正中央刚好有一条纹，这条纹为悬针纹，也叫悬针破印。具有这种纹路的人，性格比较执着偏激，
人缘不好，因此六亲缘分浅薄，凡事都得靠自己，一生容易大起大落，而且多思多虑，容易疑神疑鬼，活得比较累。14. 额头折曲纹。额头折曲纹也叫蛇形纹，面相上这种纹路主凶，其人易发生意外，命运多舛，一生遇到的挫折较多，人生难得圆满。15. 额头八字纹。额头八字纹的人一生较为操劳，但是财富较多，身体健康，普遍很长寿，但男主刑克妻子。当然，如何你还不清楚怎么看手相，可以看看以下这几个案例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帮夫又旺夫，旺得你富得流油，男人遇到要珍惜。第一种，脸稍长，心性高，志向高，加上眉薄唇薄，有些薄情少亲和力，但是做事执行力强，利于事业职场。额头方，执行力强，做事效率高，眉骨也很强，气场足，自信心很强，只是有些眉亲印堂，有些固执要强，做事高调路锋芒，易犯小人。眼显下三白，内心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目的性很强，有时候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切莫误入歧途，否则运难长久。眼窝深陷，爱思虑，善谋略，有时候多思多虑，眼下三阴三阳处，黑气较重，勿沉迷情色，损耗福报。夫妻宫见凹陷，姻缘也易坎坷，夫妻附近的痣也伤了姻缘，建议点掉。在婚姻中也稍显强势。面相好在鼻高隆厚重，中年起运，有主见和谋略，财运也旺。不过颧骨有些没跟上鼻的节奏，鼻强颧弱，易沉迷桃花和感情，注意节制。右侧见破颧痣，不利职场晋升，加上上唇见痣干扰，唇薄唇小，善言谈，但是言多必失，易犯口舌是非。人中身长，子嗣丰隆，唇薄下巴尖薄，晚运一般，难享子孙福。第二种，很不错的手相，无论是从手型还是纹路来看，掌面大轮廓偏硬朗，偏筋骨质，心性高，做事有毅力，能坚持。掌丘饱满有力，特别是食指巽宫财位饱满干净，财运旺而稳。金星丘也是开阔，为人慷慨大方，体质佳，精力充沛。只是掌底坎宫属水，水主腰肾，此处杂纹干扰，注意腰肾保养。加上纹路也是穿掌，穿掌独立有主见，敢闯敢干，需要一个饱满的金星丘来搭配，利于事业和职场。只是事业线稍显浅淡，未能形成一马平川的格局，有点可惜。虽然是穿掌，但是脑线和生命线初期有两条斜纹连接，也是个重视家庭偏传统的人，能区分事业和家庭，是个能里能外的女人。脑线特别是弯长深刻，聪慧有头脑，能力强，素质高，有一技之长。脑线不见杂纹和倒纹，心态稳定少起伏，遇见重大场合能沉住气。穿掌不利姻缘，似乎是普遍的看法。但是女主感情线整体深刻少杂纹，姻缘相对顺畅，这也和她能里能外的素质有关。只是初期有个倒纹，早年有犯情伤的经历，后面感情线深长干净，进入婚后传统顾家。第三种，面骨圆润，肤质白皙，骨为阳，肉为阴，肉多于骨的女人，柔情似水，温柔可人，桃花旺。不过有点偏营养质，少毅力和坚持，有些不利事业，遇事易逃避，依赖性强，做事效率也不高。眉弯而顺滑，异性缘好，但是善良天真，易被渣男侵扰，注意防范。眉见高低，思虑有些过多，加上又眉头稍带剑，心急少耐心，容易被琐事烦恼。一马宫见毛发侵入，不宜远嫁。眼虽有光泽，但是泛水露白，
心绪不宁，桃花易侵。鼻头饱满有肉，鼻翼紧收。鼻对于女人来讲，既是财帛宫，也代表夫座，说明中年财运旺，夫运足，旺夫体质。颧骨饱满不外张，人缘好，亲和强，贵人助力多。鼻翼紧收，婚后也善管家财。人中稍浅，子嗣一般，但奴仆宫饱满，和子女缘分深，下巴圆而兜，双下巴隐现，晚年能享子孙福。第四种，指骨外翻，心灵手巧，但意志力稍薄弱，做事少毅力，事业心也不强。从这浅浅的事业线也可以看出，食指巽宫财位也是有杂文干扰，正财有但难稳定。不过掌心明堂位置凹陷，能存财守家，过小日子可以，享有大财难。纹路看，脑线和生命线4年飞年，既想脱离原生家庭独立，又父母依恋不舍，懂得感恩和回报父母。生命线初期来看，确实早年家庭环境一般，早年父母助力不多，难得长辈助力。不过似乎又有穿掌人的独立和主见。3大主线中，脑线最为干净，也可以看出心无杂念，心态稳定。生命线中年阶段见岛纹，这个岛纹代表这个阶段身体出现病痛，不过没多久就恢复了活力。这次的病痛和感情也有关。3大主线中，感情线最为杂乱，岛纹一个接一个，桃花十分旺，烂桃花也不少。岛纹也贯穿整条感情线，进入婚姻也难逃桃花干扰，情路坎坷，婚姻难稳。不过脑线讲面相中的3个钱仓，来看看你少年、中年、晚年的财运。古时候仓库是用来储存粮食和金银珠宝的，而人的脸上也有3个钱仓，分别代表着一个人少年、中年、晚年的财富多少。面相学上认为，如果一个人的脸部生得宽广整齐，3个钱仓皆甚丰隆，此人一生必富贵荣显，百事亨通。那这3个钱仓分别是什么呢？下面小酱汁给酱友们详细介绍一下。1. 天仓。什么是天仓呢？天仓即太阳穴的位置，位于眉毛尾部以及发际之间。在传统相学中，天仓代表祖业父母留下的财产，或者青年时期自己积累的财富。家境殷实的人从小就能够享受富贵，因此叫做天仓，表示上天赐予的财富。1. 天仓宜饱满丰隆。我们观察一个人，如果这个人天仓生的饱满丰隆，通常代表其人家境殷实，父辈或者祖辈积累了很多财富。这种人通常衣食无忧，能够继承家族财产。男性的天仓要饱满隆起为好，女性的则以平满为宜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天仓开阔的人不仅可以得到祖上的阴泽，而且能够找到一个好老公，爱情婚姻都很美满。2. 天仓不宜塌陷或有疤痕。天仓不宜生得过于脱落、塌陷或者有纹痕、恶痣或者明显的伤疤等，否则不仅没有祖上或者父母的财产可以继承，也无法在青年时期迅速积累财富。一般来说，天仓凹陷的人大多贵人运较差，在得不到他人帮助与提携的情况下，凡事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与勤奋才会成功。因此，这一类人的生活比较的艰辛和劳苦。如果天仓凹陷再加上生根部位也有低陷之势，说明其人各方面的基础都不是很好，因此也就不具备自主创业的能力，而只能作为一名普通职员，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。另外，这一类人投资理财的能力也并不是很强，所以要格外注意这一点。2. 鼻子。面相学中有贵气看眼，财富看鼻之说，鼻子是一个人的财帛，代表中年的运势情况。鼻相之所以重要，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人的本我，不但在健康上象征了身体的抵抗力，而且从女性的鼻子可以看出夫君的好坏，男性也可以由鼻相一窥事业成就。1.
山根高，鼻梁生的挺直有肉，山根比一般人都高隆，气势纵贯上额，这种鼻称为灌顶鼻，又名伏羲鼻。有这种鼻子的人对钱财的欲望比较强烈，对理财认真执着，事业上努力拼搏，不能大富还会大贵。2. 鼻翼丰满有肉，鼻翼丰满有肉的人财运比较好，很会赚钱，他们既有欲也有财，虽然理财能力比较差，但是财源滚滚，不愁缺钱，衣食无忧。3. 准头圆润有肉，鼻子的准头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进财多寡，如果准头比较厚，圆润有肉，那大多是有财运的。很多有钱人的鼻子都有这个特点，鼻头有肉感，很富贵的感觉。4. 鼻梁厚实挺直，鼻梁生的既正又高，厚实挺直，称为节筒鼻，属上等的好鼻子。有此鼻相者，可谓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正财偏财皆是上佳。女人若长此鼻，桃花也非常旺盛。5. 希腊鼻，希腊鼻是比较完美的鼻型。希腊鼻的特点是鼻梁比较高，鼻头微微上翘。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认真，不畏困难，坚持到底的精神，并且性格开朗，能把心里的事情与朋友分享，没有私见，而且能够忍辱负重。这样鼻型的人因为努力乐观而能够发财。6. 鹰鼻，鹰鼻的外形生得非常的特殊，鼻梁高，鼻准又大又勾，就像老鹰一样。这样的人很有先见之明，对生意的触角特别的敏锐，很懂得赚钱，而且手段高明。不管遇到什么突发事件，环境变迁，都可以屹立不倒，有旺盛的生命力来适应环境。只是其人性格强势，支配欲十分强烈，喜欢控制一切事物，因而他的行为也会倾向于自私自利的一面。7. 悬胆鼻，悬胆鼻的特征是鼻头生得很丰隆圆大，山根略窄，活像一个悬吊着的猪胆一样，因此也有人叫这种鼻子为猪胆鼻，这是一种富贵之象。其人多数先贫后富，先苦后甜，踏入中年运便开始发迹，开始积聚财富。8. 剑锋鼻，鼻梁偏长，鼻头尖锐，生有此鼻相者，对财富渴望过甚，生活奔波劳碌，很会赚钱。女人若长有此鼻，容易花钱无度，无法积累财富。男人长有此鼻，很容易获偏财，赌博。9. 准头尖小，鼻子准头生得比较小或尖，此类人的财运相对比较弱，待人处事在财务上面也不够宽厚，有相对比较精明的现象。如果鼻子又是漏孔的话，那么大多是财运比较低迷，或者是过路财神，难有大财。10. 孤峰独耸，鼻子的大小要与脸型大小、五官相配合，如颧低、面小、额平、夹湿鼻，而且鼻非常丰隆的话，古书称之为孤峰独耸。这种人不论男女，非但不能聚财，而且有破财之欲。尤其以男性上唇无胡者更是灵验。11. 鼻子过于短小，鼻子与脸型相比之下过于短小者，表示此人在事业方面难有前途，财难入库，劳多祸少。如果要自行创业，则如扶不起之阿斗，必然破败百出，赔钱又惹祸。12. 鼻小孔大，如鼻子小而鼻孔大，或者鼻翼很明显的一大一小，表示这人的情感理智和理财观念有问题，容易意气用事，一生破败少成，难聚钱财。13. 鼻孔朝天，鼻孔外露且鼻梁短，称为朝天鼻。此类鼻相的人一般财运都不佳，聚财能力较差，财运大起大落，且容易因健康问题而破财。14. 鼻梁弯曲，鼻梁弯曲不正，或者鼻翼不对称，一边大一边小，这类人财运不佳，事业会有大的波动，为了追求钱财苦苦坚持，一生为钱财奔波。15. 箭头鼻，鼻尖下垂，鼻子显大，脸也显得很长。此种鼻者财运上有一定的破损情况，容易在赚钱的过程中因吃不了苦或者没有耐性，情绪急躁下工作无法做到有始有终，从而损了自己的财运。16. 鼻头鼻翼有恶痣或者雀斑，这些都是破财之象，事业上有影响，先有横财运，特别是易犯桃劫，财运和感情上都不太如意。
3. 地库。地库就在脸部下庭地位，位于脸颊下部分，代表不动产。丰厚者代表着有丰富的产业和幸福的晚年。要看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，特别是晚年财富多少，那便要看地库。地库不仅表达财产的囤积，更有稳定的信息。1. 地库饱满。地库如果生得丰厚饱满，又没有横纹恶痣或者明显的伤疤等，即使没有父母祖业留下的财产，同样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劳智慧白手起家，致富创业，而且越老越富有。2. 地库凹陷。但若地库凹陷的话，便表示其人的金钱运不能够满足日常开支，不但难以拥有物业，还会时常陷于不安定的生活之中。地库最怕的就是蛇精脸，蛇精脸的地库到了晚年绝对没有晚福，子孙后代极为不孝，甚至连口福也没有了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反映了中国人乐天知命、安守本分的特性。每一个人的面相都不尽相同，富贵的人有富贵的面相，穷困者亦可以从面相观察得到。天仓反映的是先天父母给予的财富，地库则反映人后天努力奋斗的结果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先天的运气再加上后天的努力，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，同时拥有财富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